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工程领域的中国人也不禁开始尝试用更强大的制造能力，重新定义21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他们的最新尝试便是规模浩大的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设计使用寿命长达120年。不仅如此，这座大桥还将成为中国一国两制下三地紧密联系的象征。这个 link 不光是把三地的地理联系起来，它把我们的思想感情，包括我们多少年来创造的优势的东西啊，都能够连接起来。这样一项当今世界领先的浩大工程，有没有可能是从中国古老的桥梁建造工艺中汲取了灵感呢？我们在长江上，甚至黄河上，这一些流域，我们祖先都架过浮桥。在当时来说，西方人可能还没有说这方面的概念和技术。巨型工程意味着无法想象的技术挑战。在设计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啊，国内没有不锈钢筋的相应的配套的标准，所以我们当时采用了英标。巨大的成功也为中国工程师赢得了巨大的精神和技术财富。它没有可复制性，传承的是方法，思维的方法。这几天，新闻频道对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围堰施工最后一批开始施工，也就意味着2009年，在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工程人员开始兴建当代最先进的运到40公里以外的桥位安装现场。我们现在是在钢箱梁的内部，因为这个钢箱梁准备下胎了，就是准备拼装已经完成了。把最后的修补工作下胎以后就准备进涂装厂了。我们现在是进行最后的一个，他们已经验收完了，我来看一看他们整个的施工的质量怎么样。上面这个地方是现在是像是那个地板一样的。现在我们是在钢箱梁的总拼现场，这是在打磨是吧？他们现在做啊，那么就是我们钢箱梁的从一个板单元变成这样，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箱型结构啊，是一块板一块板一块板，
然后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焊接成一个整体，再由小阶段最后变成大阶段。就是在港桩啊，我们这个监控啊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监控，就是从板到成为这个整体的时候，我们是从板下料的时候就开始监控，一直到它成型。现在我们下来以后就进入存储区待运，然后到桥位去吊装。这座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跨海大桥，必须能抵御16级台风和8级地震，既不能影响航道畅通，也不能干扰附近香港和澳门国际机场的起降航班。为此，大桥的建设在设计、材料和施工上都实现了巨大创新和突破。而所有这些标准的提升，也都是为了满足不低于120年的设计使用年限。此前，中国内地大型桥梁的设计使用年限都不超过100年。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中国制造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体现中国标准的道路。早在1983年，在伶仃洋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已经浮出水面。而对于建筑师们来说，他们的使命远不止将一个梦想变成现代工程奇迹这么简单。它的交通功能只是它的一个最基础性的一个设计者要，而它的文化打造和追求是另一个更高境界的一个使命。港珠澳大桥跨越我们1国2制的区域，这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能我们建设的过去有跨国界的，但是像这样子一个国家2种制度跨越3地的，这个应该说世界范围是第一个。港珠澳大桥桥岛税，我们还赋予了它另外一个文化，就是珠联璧合的一种文化。港珠澳大桥呢，它从珠海连接站开始，有4座隧道，有4个人工岛，还有40多公里的桥梁。所以这个从几个城市到这些岛，在这些隧道、这桥梁，就好像一条银线把一些珠子串起来。用银线穿起一串珍珠，这样诗意化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是解决大桥的技术难题，它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寓意——珠联璧合，象征着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跨越伶仃洋，紧紧连在了一起。作为中国1国2制构想的一个象征，港珠澳大桥被赋予了众多的期许。2009年12月，港珠澳大桥破土动工，建设者们已清醒地意识到，前方的路不会是一片坦途。海中主体桥梁长达22.9公里，由于珠江口阻水比要求，桥梁跨径尽量要大。而抗震要求上部结构重量要尽量轻，如果采用常见的混凝土结构，很难实现这个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们决定桥梁上部结构采用更轻便、跨越能力更强的钢结构。但是还有另一项挑战，大桥的桥墩常年在腐蚀性极强的海洋环境中，要保证达到120年的设计使用年限。工程师们必须找到耐腐蚀性能更好的钢材。于是，他们来到华北的一家钢厂。
这家钢厂是中国不锈钢生产的先锋企业。我今天到的是这个我们不锈钢筋的这个生产厂家，太钢。我的重点有3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看到我们生产的情况呢是比较平顺；第二个目的的话呢，就是看到我们生产的这个已经生产的这个成品钢筋能不能满足我们现场的这个工艺需求，就保护能不能满足要求。第3一块呢，现在我们在就是港珠澳做完以后，我们希望做一套我们国内的技术标准。也就是有一项相关的这个科研项目在做，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太钢，曾经生产出中国的第1炉不锈钢，同时也是全球不锈钢行业领军企业，具备年产1200万吨钢的产能，其中450万吨为不锈钢。尽管如此，为港珠澳大桥项目提供钢材，仍是不小的挑战。它确实要求很高。所谓不同呢，就是说，第一个，对于我们来说，这算是一个新的产品，因为这种产品在中国，被大规模的使用是第1次。第二一个呢，更特殊的是说，因为这也是新的工程，所以中国也没有相关的标准。那就需要执行外国的标准，当然这次我们选用的是英国的标准。传统的不锈钢材虽不易腐蚀，但用在低氧高盐度的海洋环境中却并不保险。而港珠澳大桥所处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环境。工程人员将目光转向了双向不锈钢钢筋。双向不锈钢的强度比普通钢筋强度高，但之前全部依赖进口，价格很高。为此，太钢迎难而上，他们自主研发生产的双向不锈钢钢筋被应用于大桥的承台、塔座及墩身等多个部位，用量超过8200吨。这是中国建桥史上双向不锈钢钢筋首次大批量化应用。这个多重？这是多少的？22的。就说我们这个钢筋的这根不锈钢筋的这个拉断的这个破断力大概要40吨，40吨就大概要20几台小轿车那么大重量的一个力吧。作为中国双向不锈钢生产商，太钢为了确保全世界都认可它的产品，几年前将他们生产的双向不锈钢送到海外接受鉴定，并获得了国际认证。确实，如果从研究和开发的角度，我们是很久就具备这个能力。但你也知道，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对于我们一个企业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要按订单来生产，而不是按别的来生产。大桥工程的技术突破，并不局限于它采用的不锈钢筋实现了自主研发和标准的提升，在桥梁、人工岛和隧道建设领域获得的专利超过1000项，达到世界级水平。港珠澳大桥呢，这个最想达到的目的，应该是超过我们所见过的国家所见过的任何一种跨海通道和跨海大桥的水平。应该说，我们是重新在继承和发展上继承过去我们的工程经验和成功的经验，以及成功的技术、成熟的技术、可行可靠的技术，但是还有个发展。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得到开拓发展的远不止中国工程领域。大家从这里看，这个桥弯了几个大弯，哎，那么这个桥位呢，从
珠海到香港或者从澳门这样的落镇是定的，为什么不能直着走呢？可能会看起来会短一点啊。但是因为这个航道船过的时候要跟这个地方的水流要垂直，因为海里边不像江河就一个方向，在不同地方水流方向不同。为了跟它垂直，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拐一下，拐个弯。到这里来，跟这里又要拐一个弯，所以就拐成这么一个大曲线。大家看这个线型很漂亮。如果说港珠澳大桥标志着中国对桥梁外观设计的一次提升，它无疑也是建立在中国桥梁文化丰厚的底蕴之上。中国是世界上建桥历史最早、桥梁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毕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河流纵横交错，奔腾不息。在中国，即使再偏远的山区，都有造桥的痕迹，都有就地取材、巧夺天工的桥梁。中国人建桥的风格，除了这个硬邦邦的土木工程以外，它其实带很多艺术啊，包括它对这个心理一些寄托啊，所以每一座桥，中国人会给它寄托的很多文化的内涵。距离港珠澳大桥500公里的广东潮州市有一座广济桥，它与肇州桥、洛阳桥和卢沟桥并称中国4大古桥，而广济桥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广济桥始建于南宋，之后一直是广东通往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的枢纽和贸易中心。所谓“一里长桥一里事”。它的美已经穿透时空，把中国人的建桥智慧真切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作为中国的这个桥来说，可能它要想遗留到现在解决当今的建设超级通道来说，已经不适应了。发展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也引起了3地居民的关注。那么我们看到了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港澳连接只需要30分钟。它会对我们整个珠海这个经济，包括我们整个珠三角西岸的这个经济，会有一个很大的带动。那么我们觉得，随着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通车呀，对未来珠海的房地产市场呢，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这个推动力。But for the environment, I don't know whether it may affect the animals living in the ocean. 实际上，港珠澳大桥关注了环境保护，对于生活在这片水域的一种珍稀动物给予了特别的关爱。是一群吗？4头成年的3个猪鱼。因为那一对是3对妈的猪鱼，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单独的那个。伶仃洋里生活着大约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这种珍稀动物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吉祥物。2003年，中华白海豚生活的这片水域被确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港珠澳大桥恰好要从保护区穿过。这曾引发公众的关注和争议。大桥管理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认为大桥工程可能会对海洋生物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施工中必须采取措施将影响降到最低，从而确保大桥竣工后水域中的生物种群迅速恢复。解决方案便是针对施工各个环节出台一部全面的指导手册，
问题就是它处于中华白海豚保护区，我们对这个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施工过程中就不允许用柴油打桩锤，也不允许直接挖，你要采取维护措施，不能叫污染物扩散，也不能有震动。而方案的执行离不开一支尽职尽责的团队，他们对大桥管理局直接负责。工作范围呢，包括对整一个保护区进行一个监管。就对我们这个工程里面施工过程中的一个监管，我们这个工作，有没有按要求来落实到各种的一些保护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日常的监测，就是看看我们这个工程里面每一个阶段对那个白海豚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它有这个数据来才能进行它的那个更好的监管，更好的服务好这个保护的工作。不过，在这支安全环保团队看来，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到现场检查，有很多工人他们就会跟我们说：“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其实这些事情是要在国外才要做的。”我们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解释，这里是国家级的保护区，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要注意些什么。这是一支具有时代前瞻性的工作团队，他们的工作模式将对今后中国的重大工程起到示范作用。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的。当时那个大熊猫，它是经过国家啊、政府啊各个地方的一个宣传的那个力度，包括很多的那工作做出去了，才有那个成效。这种研究呢，还是比较欠缺。近，不是，这个太远了，这个有40-50米吧。所以我们国内到目前为止，就是说有些经济发展的需要的那些建设。可能也要弄，但是另外，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些国外的学习一些国外的更好的一些经验，对吧？慢慢的转变一些态度，转变一些工作的方式，转变很多的那个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投入，那这些工作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做得到。哇！在施工中融入环境可持续理念。这只是建设者们向大自然交出的答卷之一。港珠澳大桥所在的伶仃洋台风多发，全年遭受6级以上强风的天数接近200天。更让工程师们头疼的是，伶仃洋上每天有超过4000艘船只穿梭往来。临近的香港机场上空更是航线密集，航班昼夜不息。其结果是，大桥还在施工阶段便风险重重。人们不禁要问：为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工程砸下巨资，究竟是否值得？也许我们可以从已有的国际案例中找到答案。美国纽约市共有850万居民，是美国人口最密集也是最繁华的大都市。和粤港澳大湾区一样，纽约市被流向大西洋的数条河流划分成5个不同的行政区。不过，1年1度的环城自行车骑行活动，却让纽约人充分享受了一体化的纽约。I have been living here for 6 years already, and the bridges ar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New York City as a whole.
I mean, you stand down below and you look up at the sky and see them against the horizon, and they're beautiful. They'r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ee the city, and they're just amazing. 纽约市包括水域在内的面积大约有1200平方公里，全市分布着大大小小约2000座桥梁。纽约也因此被称为桥之城。这些桥梁不仅仅是从地理意义上将纽约编织成了一个整体。New York is 3 big islands. You have Long Island, which has Manhattan, Queens, and Brooklyn, and you have Staten Island. The only part of New York that's not an island is Bronx. So just to connect these islands together, you need a lot of bridges. It's constantly growing and adding, and we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infrastructure to keep up with that growth. And it's important for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this area. New York City become New York City today is because of those bridges. Okay,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because those bridges connect the whole city and move the people, and each bridge has its own story. 纽约的桥给这座城市注入了经济活力，并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在珠三角，桥梁是否也将承载起同样的使命？ Now we are building up a very, very large bridge to connect Hong Kong, Macau, and China mainland. I definitely believe this magnificent bridge, upon completion, will not only drive the economy of those 3 places, but also definitely changing the lifestyle of the people. The bridge is changing the culture.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有超过6000万人，然后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国走向国际化最早的地区，甚至乃是中国近代思想发源的地方。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可以说在伶仃洋上展开的。 其实珠三角呢，就是一直呢，在历史上讲呢，它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珠三角地区它这个文化上来讲啊，又比较重商。这个邓小平把这个经济特区放在这里，它跟这方面也有关系，就是珠三角地区它有这个特点。可以说，珠江的西岸，我们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在 跟东岸实现一种连接。珠三角地区现在目前的看来发展的话，东岸的发展呢是最快的。那么这个地方的发展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快啊，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香港有关。通过香港的经济辐射，就香港的投资、香港的这个资本、香港的企业过来，这个就带动了这个珠三角东岸地区的发展。那么呢，这就是珠海这一边呢，包括珠三角西岸地区，他们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希望呢能够跟香港啊这个打通。 经济学家对港珠澳大桥寄予了厚望，它不仅要把3座城市连接起来，还要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助力。那么，这座大桥会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带来怎样的改变？当地人长期靠渡船在香港和珠海之间往来，大桥落成后，这些每日迎来送往的渡船将何去何从？ 就大桥通过后，一方面它客观上可能会给我们产生一些分流的，把我们的客源可能分流走这个大桥陆路，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大桥它是一个世纪工程，它会对我们整个珠海这个经济，包括我们整个珠三角西岸的这个经济，会有一个很大的带动。
这个我们当初在港珠澳大桥这个要修建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做了一个分析，对我们公司的发展战略做了一个详细的研究和调整。那么我们战略就是我们要适应这个大桥的时代，我们有一个转型升级。我们要提的口号是向海洋旅游转型。珠海人翘首企盼大桥通车，澳门人又是如何看待即将落成的大桥呢？澳门呢，基本上现在的民生的用品，大部分从大陆进口澳门的，有一部分从国外到我们机场，另外一部分从香港过来澳门。那么现在从香港过来澳门的渠道呢，物流渠道只有海运，转运时间是1天时间的。那么我们看到了，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港澳连接只需要30分钟。那么对于一些时间性要求比较高的货物，比如說食品啊、冷凍嘅食材啊、電商嘅貨物，就提供一個更快嘅通道咯。咁特別咧係未來咧，我哋澳門政府喺2016年嘅施政報告當中，亦都提到我哋澳門要作為一個特色嘅金融，點樣去發揮呢個平台嘅作用。咁我覺得未來特色嘅中藥嗰個平台咧，特色金融都係依靠我哋內地嘅企業點樣走出去，同埋點樣引進來。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未來對於港珠澳大橋又好，我哋嘅大亞灣嗰個城市群發展都好，係對於呢個大橋嚟講，對於我哋澳門咧絕對一個係加分嘅一個地方咯。虽然珠三角地区的面积还不到全中国的1%，这里却贡献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0以上。人们对港珠澳大桥最大的疑问，就是担心它如同一道钢筋混凝土的墙壁，阻断伶仃洋上利润丰厚的黄金海运航线。为了打消这个疑虑，大桥不仅被设计成了多航道桥，工程师们还在中国首开先河，为大桥设计了一段6.7公里的世界最长海底沉管隧道。隧道被埋设在海平面以下，最深处超过40米，这样即便是30万吨的巨轮也能顺利通过。由于没有先例可循，负责建造这条隧道的工程师们必须自力更生，开创自己的方法。我还有那个前面开口怎么开法也很烦。林明是港珠澳大桥捣碎项目的总工程师。尽管他之前参与过多个大型工程项目，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次任务的难度却是空前的。记录到的最大值，3月1号的最大。我们说这个已经奋斗这么多年了嘛，那么好多年了嘛，现在是最后一条龙的铺设。作为那个大沉管，180米这个沉管最后一个。海底隧道部分由33节预制沉管组成，每节沉管长180米。沉管安装工作从2013年就艰难起步了，因为浮运和盛放过程要求非常精细，而伶仃洋的潮汐和海流又为沉放带来了危险。现在还有不到48小时，林明和他的团队将沉放并安装最后一节沉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林明动用武器库中最大号的终极武器，一个专为这项工程量身定做的安装平台。啊，对了，对，对。啊，好。这个平台的诞生，同样是中国工程技术的一大进步。当时韩国有一个这样的类似的这样一条船，当时从欧洲厂弄过来的。当时我去看，后来让我们振华去研究，然后造出这条船，完成这个工程。发微信，赶快，我到那个，啊，建军，你拍了没有？赶快拍一个，拍了跟我去那儿去。
所有的问题我们用我们的智慧，但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全球资源。曾经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如今有了解决的方案。从无到有之间所经历的技术创新，可能是一位工程师一生的执着与追求。第一次我们交通厅领导提出要建零点大桥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是一片茫茫的大海啊，这个海上怎么过去？我们哪里有这个技术呢？但是领导是说这样，只要我们有这个需求，技术可以在全世界学，可以去，一个是可以引进，一个是学习。咱们先建几个桥，做些积累。所以我说这好啊，那我们就要先去锻炼。所以我就1991年建三条大桥，我就很主动参加。那时候比较远，我说听，上面领导就说那好，你们在那些锻炼，以后回来为零点大桥做准备。所以我就连着就锻炼了好几个跨海大桥。而在那以前，中国的建桥人一直在砥砺前行。当时来说，主要还是靠小型机械加人工的一种建设模式或者一种作业方法。所以我印象当中，当时我到工地去以后，还经常听我们那些老工人、老技术人员、工程师讲啊，也是那些年代他们用的很多是那个时代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很多装备和机器设备啊技术。第二呢，还有来源于就是前苏联的一些。因为当时中国的很多工程技术的对接和引进，包括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装备呢，也有一些是来自于前苏联的。中苏友谊合作的力量。从1949年开始，来自苏联的工程技术为新中国早期的基础建设提供了重要动力。今天。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竣工于1957年，是苏联援华工程之一，也是长江上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武汉长江大桥打通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使中国传统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天堑变为通途。从当时通车庆典的纪录电影上，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见证历史的中国人是怎样的欢欣鼓舞。1968年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是中国人造桥水平的时代体现，也是给人带来无限美感的桥梁。直到今天，南京长江大桥仍承载着中国工程师们的记忆和骄傲。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推动国家经济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长江、黄河上架设了数以百计的大型桥梁，从此中国的桥梁开始延伸到峻岭之间、海洋之上。
尤其是看到港珠澳大桥你们看到的，可以说是我们用4化理念的引领建设，大型化、工程化、标准化、装配化。那么，港珠澳大桥在技术创新和中国标准上的突破，又会给全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中铁山桥的前身是山海关桥梁厂，早在1894年就率先在中国开启了现代桥梁的建造。我们成立的当初啊，就是以做桥梁起家。这个山桥做第一个桥梁的时候，那是英国人造的半成品，然后在山海关进行装配。那么说到港珠澳大桥啊，我们当时就说，为了这个大桥，可能举这个全公司之力吧。这个大桥是一个巅峰之作了，啊，代表中国的一个世纪工程。所以中铁山桥有这个历史，如果我们不做，是吧？那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在这个港珠澳大桥之前啊，我们这个最先进的，也就是采取这个自动焊和半自动焊接，没有机器人的。那么这个大桥提出来，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和这个装配化这个需要，所以我们所有的厂房不能满足了。为了满足这个高标准、高质量、长寿命这个要求，我们研制的机器人焊接系统。引入机器人焊接系统，让中铁山桥得以实现手工操作无法完成的复杂和精细加工。这个场地啊，占地1000亩，啊，这个整个这个加工厂房的面积啊，8.5万平方米。现在这个港珠澳大桥制造完了以后啊，我们在这里现在正在制作的大概7、8座大桥。主要的一个大桥就孟加拉帕德玛大桥，因为这个场地大了以后，我们可以同时生产好多个项目。我看的不是这一个大桥，不是一个项目，我看到的可能是这个项目对我们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和带动作用，将来为我走向世界，能够发挥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促进作用。那么，中国制造实现自我提升之后，又是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呢？我出生在四川，我上大学是94年，我真没想到我有这种机会，到国外去施工，融入到当地，服务当地。大本龙跨海大桥啊，全长30公里，是文莱呀，政府啊，投资的一个项目。因为文莱呀，它本土啊和大本龙地区啊被文莱湾这个分割了。那么我们这个桥啊通了过后啊，就把文莱本土和大本龙地区啊连接到一起。更大的挑战来自大自然。中国城建的标段正好从文莱的拉布自然保护区穿过，因此，和港珠澳大桥工程一样，淡布伦跨海大桥同样对中国工程师们提出了环境可持续性要求。这一概念眼下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建筑领域的新潮流。Personally, I think doing sustainable engineering is pretty much difficult. Another thing is the commitment. Whether a company can commit to this sustainable engineering or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they spend money to comply with the specification. So
which is a good si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sts money and it doesn't come cheap. Back I was younger, no, to be honest, I never thought about a Chinese company will come in and build something so great, so big, and then that will change the people's life here maybe in the future. So obviously, I'm as a local, I can't wait to finish the bridge on time and people can start using these facilities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 to the population. 远在文莱的中国工程队正在克服重重困难，确保大桥按时竣工。与此同时，身在中国南方珠三角的工程师们，已经在为世界最长沉管隧道拼嵌最后一块拼图。我早就起来了，我本来想跑步，结果没带那个运动裤，所以我就没跑。最后一次了，总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怕漏了什么事儿，没考虑好，有一点点不多。我好像从13年了，13年，昨天还在13、14、15、16、17，3年多了嘛，3年多最后一次前面我们准备的还是蛮充分的，但是这次呢就是半个月，只有半个月的准备期，还是要小心。过去近4年间，林明的团队已经成功安装了32节沉管，最后一节沉管是压轴大戏，团队不免有些紧张，因为任何意外都会导致前功尽弃。今天天气应该总体上很好，因为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总希望找一个好天气。这一节沉管的长度相当于2个足球场，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沉管管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哪怕将它挪动1厘米，都需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和仿佛一支舰队的力量。在过去4年里，林明的团队曾2次因海上突生异变，不得不放弃安装作业。这一次，他们能顺利地将最后一节沉管安装完成吗？